所以不丹积极主动的和中国达成边境问题的协议，进而追求经济贸易的合作，就是为了自己的命运在抗争。至于印度对不丹的经济控制和封锁，只要中国出面，那都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解决的问题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中国和不丹呢签订了边境谈判协议，印度气急败坏，无可奈何。2021年的10月14号，中国和不丹两国通过视频方式签署了关于加快中部边界谈判3步走的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，使两国边境争议的解决有了路线图和时间表。这份协议的签署让印度是气急加败坏，在他看来似乎自己的势力范围被切走了一大块，在国际局势当中被大国夹在中间的小国命运往往都不太好，特别是当这两个大国之间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时候，小国往往要被迫进行痛苦的选边站队。在喜马拉雅山拦路的不丹、尼泊尔、锡金这3个小国就处在这种非常艰难的生存环境之中，原因就是因为有印度这么一个无耻、贪婪、赖皮，但是呢又比自己体量大、实力强很多的这么一个恶灵。中国国力强大，主持正义，但是因为青藏高原的险走和喜马拉雅山的阻挡，特别是中国不管大国小国，一律平等相待，一向自觉地遵守不干涉、不插手别国内政的原则。而印度呢，却是一个喜欢欺负弱小邻邦的国家。虽然它在世界实力排行榜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虚胖子，但是在整个南亚次大陆，印度却是异常的霸道。因为印度的军事力量相对周边的这些小国来说，都是绝对强大的存在。除了巴基斯坦之外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和印度相抗衡。所以不丹、尼泊尔、锡金这3个小国的日子就非常的难过。锡金现在已经被印度完全控制，被印度吞并了。尼泊尔和中国之间的交通呢，相对方便一些，有陆路口岸可以通行，具备通商的条件，所以还可以勉强的保住国家独立的地位。即使如此印度对于尼泊尔的强行移民、经济渗透和政治控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。至于不丹呢，印度一直是通过电力、石油、交通等各个行业严密地控制着不丹的经济和社会的运行，甚至不允许不丹和联合国的五常建立外交关系。这种行为与流氓强行霸占良家妇女是没什么区别。不丹呢，虽然遭到印度的操纵和封锁，但是不丹的王室并不是完全被隔绝在现代世界之外的，他们也会读书看报也会通过互联网获取外界的信息，也会分析出世界格局和大势。在中国和印度之间，亲近哪个国家对自己更有好处，哪个国家拥有更强大的经济、军事和文化实力，不丹王室自然是很清楚的。2020年中印边境发生一系列的冲突，充分地暴露了印度军队外强中干的本质。特别是加勒万河谷一战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少胜多，用冷兵器、用拳头打死20多名，打伤一批并俘虏一批印军，印军无可奈何，干瞪眼。另外，解放军在中印边境多处多次收拾越线的印军，当那些被揍得鼻青脸肿、头破血流的印军的视频照片在网上疯传的时候，这些南亚地区的小国总算是看清楚了，只有解放军能够修理整治印军，印度就是个欺软怕硬的贱骨头。美国2战的名将麦克阿瑟虽然极度的反华反共，但他说的一些话还是有参考价值的。比如说他曾经说战争的胜利没有替代品，解放军在加勒万河谷中立威，就一定会对南亚的局势产生影响。不丹要想谋求民族自觉和经济发展，必然要把目光投向中国，投向这个能打败印度的国家。至于中国和不丹之间的那一点边境争议，完全可以通过谈判的解决。这里面的道理，不丹政府显然是很明白的。如果中国和印度一样的蛮横不讲理，那早就可以用武力把不丹完全吞并了，还有什么外交？那还有外交官的什么事儿中国具有足够的资源和实力，在喜马拉雅山拦路，主持公道，引领经济发展，对这些小国来说，等于是命运打开了另外一扇窗。所以不丹积极主动的和中国达成边境问题的协议，进而追求经济贸易的合作，就是为了自己的命运在抗争。至于印度对不丹的经济控制和封锁，只要中国出面，那都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解决的问题。如果不丹加入了一带一路，而且迎来了有关项目的落地，那才是不丹的幸福指数真正提高的时刻。我在这儿可以预测一下，下一步中国和尼泊尔、锡金的合作消息会不断的传出来。至于中国为什么过去不这么做，现在却这么做了，这个原因
印度是最清楚的。